哪个电话都跟你有关，你想回避？喂，局座，我是徐铁映，有话说。我是单福民的，全上街了。去华北找总，市参议会、市政府、市党部的人暂时挡住了。可是民调会那边人太多，挡不住啊！这大有哄抢之势，局座。喂，局座，你倒是说句话呀！我是单福民，局座，你说句话呀！你忙完了没有？忙完了，能不能听我说几句啊？是陈总司令吗？对不起，刚才是出勤的警队应急的电话。我是单福民，局座，你指示一下啊！喂，我是单福民，局座，你说句话呀，局座。喂，局座，你说话呀！你听到没有啊，局座？你能不能把那个电话先给我挂上。好。陈总司令，请指示。那个国防部调查组青年服务队进驻到民事调配委员会，你知道吗？上午接到的报告，他们是突然行动。北平学联召集各个学校学生同时上街，这也是突然行动吗？国防部调查组，尤其是方梦敖那个青年服务队，分明跟共产党有关系。你也是调查组的人，就一点没有察觉到吗？我完全赞同陈总司令的分析，可是目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事情关系到国防部，尤其是2号专线，我们也很难。没有人会怀疑2号专线，但是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2号专线的牌子来整我们这些党国的老人，更不允许有些人为了争权不惜利用共党，而且被共党利用，把党国给弄垮了。今天的事情令副总司令十分生气，刚下了通知，召集各方面的人到剿总司令部来开会。你马上过来。曾可达也会来。你是中央党部的人，是党国的老人，你知道，党国内部的人，党国内部的事，就是做了，也轮不到他们来打压。开会的时候，不要站在曾可达一边。陈总司令放心，这个我明白。还有，那个马汉山都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陈总司令的意思，是不是要找到他？找到他，通知他也来开会。告诉他，闭上那张臭嘴，不要胡说八道，也犯不着害怕。牵扯到党国的大局，我们会保他的。是，我一定想尽办法，马上找到他，带他来参加会议。都听到了？听到了，早该这么做了，就是跟他们干。哎呀，要不要先找个军医，把你的手看一下？不用，你给我找个绷带就行。你总不能吊着个手臂去开会吧？我就让陈总司令看一看，学人打的嘛。师兄啊，这个真是唐伯虎的。你要不喜欢，你把他带到南京去，拿给谁都能拿得出手。来。我不是不想要，现在送给别人更管用。带着，去陈总司令家，当着他的面给他太太，然后去开会。哎呀，徐兄啊，什么也不说了啊，你等着啊，等我过去这道坎儿。徐悲鸿家有一个呀吴道子的87神仙卷，你看着我想办法一定给你弄来。徐悲鸿那些人就不要再惹了吧，
央76指示明确提出，在北平不再组织学生游行对抗国民党当局，以避免流血暴露北平的地下组织。这次爆发的大规模学潮，却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利用学生实行一手反共、一手反腐的行动。北平地下党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国防部调查组到北平已近1月，彻查75民生物资贪腐案毫无进展，只能放任甚至暗中鼓动学生包围华北剿总抗议，逼迫傅作义紧急召开北平最高军政会议。隐藏在贪腐大案背后的北平军政大员，终于被逼上了前台。邓督察到。开会吧。开会。把枪交给我！下命令，把枪都放下！放下枪！ 同学们，华北剿总正在召开会议，副总司令会给大家一个解释，请同学们千万要冷静，千万不要再发生一次流血的事情。同学们，大家伙听我说两句，咱们大家就在这里坐下来，咱们就坐在这里等里面给咱们一个明确的答复。要是没有答复，咱们就去找傅作义。过来找。 麻烦你把你的证件拿出来，我要检查一下。
我在执行国防部的军令，来抓一个人，让他们让开，我进去。国防部的军令，拿出来我看看。军令在你手里，还有什么军令？这是你的身份证明，我要的是。给我听着，我是国防部派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的大队长，来抓一个7·5事件的要犯。这名要犯现在就在里边。如果这人抓不到的话，在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门口抗议的上万民众就会到这里来抗议，到时候只能是副总司令亲自出来解释了。我的话讲明白没有？抓谁？什么姓名？什么职务？我要跟上面通报一下。马汉山，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应该在里边开会了。你现在打电话到副总司令办公室请示，我在这等。报告副总司令，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是。抗议游行的人都聚到了民调会，点名要见马汉山。国防部稽查大队双大队长也来了，要把马汉山带走，给民众一个交代。副总司令什么意见？总司令让我们先拿出一个意见。我的意见是绝不可以。什么7·5事件呢？这无非是共产党阴谋策划反对党国、搅乱北平的一次反动行为。都快1个月了，借着这件事天天在闹，其目的就是抹黑党国，严重影响华北剿总对共军的作战部署。性质如此明显，可党国内部却不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邓督长，你们国防部调查组调查的怎么样啊？调查之中，是在调查共产党呢，还是在调查我们自己人？我们的任务很明确，调查7·5事件发生的原因，牵涉到共产党的，当然一律铲除；牵涉到党国内部的，同样也要严办。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是吗？什么调查组啊？到北平快1个月了，没有抓到一个共党，没有破获一个共党组织，天天揪着我们自己的人不放。尤其是那个什么国防部青年服务队，竟然跟共产党的外围学生组织混在一起，把国军第4兵团的粮液抢了。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帮助共军把平军、把华北全占了，你们才敢放手？今天，就是现在，你们那个青年服务队到处在抓北平民调会的人，北平的学生紧密配合，都跑到民调会准备抢粮，配合得好吗？知道刚才副总司令的副官跑来报告什么情况了吗？一个空军上校，一个在前方公然违抗最高禁令，倾向共产党的危险分子，你们不严办也就算了，还委派这样的人跑到北平来闹事。方孟敖，就是这个方孟敖，现在闯到剿总司令部来抓人了。曾督察，你告诉我，他是奉了谁的命令，敢跑到这里来抓人的？还有，总统一向谆谆教导我们，要忠孝仁爱。方行长步听先生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准备了大量的经济后援，他有什么错？可偏有人利用他的儿子来整他，对党国不忠就罢了，还要煽动儿子对父亲不孝。
王行长，你的家事就是国事。我们今天都在这里，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感谢陈总司令的关怀。不过有一点我得声明，我的2个儿子都在国军服役，不能常在身边尽孝，我能理解，也没有什么委屈。不过刚才提到的方孟敖为什么抓马副主任，又提到方孟敖的种种嫌疑，身为父亲，我请求回避。陈总司令，陈副总司令，汉山感谢党国，感谢长官，干了民调会这个苦不堪言的差事，既没有后台，也没有背景，就应该被他们千刀万剐。刚才在来的路上，还被共产党的学生打断了胳膊。现在方大队长又来抓我，让他们抓，汉山跟他们去就是了。你坐下。刘师长，您是北平的市长，是中央执委，又兼着北平民调会的主任。今天的事就是冲着民调会来的。面对共产党如此兴风作浪，党国内部的人又如此不顾大局，推波助澜，您要说话。陈司令，为难刘某啊，一定要让我说话吗？你们是党国的代表，面对危局，当然要说话了。好，那我就说一句。您请说。我请求辞去北平市长兼民调会主任的职务。刘市长，这个时候，您这句话不该在这里说吧？我本不想在这里说，陈司令硬要我说，我干脆就多说几句。1个多月前，陈思源先生辞去了北平市长，为什么？就是因为北平市170多万张嘴没有粮食吃，天天在死人。他也兼着民调会的主任，可民调会的账他却管不了。堂堂一个市长，只能带头去背美国人援助的大米和面粉。他想认真地管一下民调会的事，竟有人给他寄去了子弹。这样的市长，这样的民调会主任，谁来当都当不好。我上任快2个月了，你可以问一下主管的马副主任，民调会什么时候向我汇报过？现在却叫我说话，叫我说话只能说这2个字：辞职。那就都辞职吧。几十万共军就在北平城外，决战在即，可党国内部却如此推诿卸责，甚至是通根强奸。今天这个会是副总司令委托鄙人召开的，一句话，不管你们是什么部门或者来头有多大，今天都必须表态。现在共产党操纵的学生就在民调会前闹事，剿总的一件事，全力出击，清查捉拿共党，包括受共党操控的学生头头。一切针对党国内部的所谓调查都要立刻停止，自己的人一个也不能抓，就是错了也不能抓。曾督察，你先表态。我就陈副总司令刚才讲的话，先发表一下看法。我就是要听听你的看法。总统对我们的教导，应该是8个字。陈副总司令没有讲完整，忠孝仁爱，后面还有4个字，是礼义廉耻。党国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局面？这是因为我们中间有太多人忘了礼义廉耻这4个字。你指的是谁？单位也给我说清楚。我们正在调
调查的结果会上报南京中央政府。好，好，我不跟你们空谈误国。对我刚才的提议，对正在闹事的共产党和学生，你表个态。这件事，我无权表态。抓共产党无权表态，抓自己的人，你是有权妄为。抓谁，都不是我的权利。请问陈副总司令，刚才你讲要武力解决今天民调会前的学潮，是剿总的意见。我想明确一下，剿总的这个意见有无正式公文？明确之后，我立即向金国局长报告。至于权利，我只有请示的权利。听到了没有啊？人家抬出了国防部。于青兄，你代表的是李副总统；柯俊秘书长，你代表的是副总司令。北平、天津靠我们守，华北的共军靠我们打。这个时候，你们总应该发表一下明确的态度吧？如此重大的决定，我要电话请示李副总统。我也必须请示副总司令。那就立刻请示。休会1刻钟，1刻钟之后必须做出决定，不能让共产党和学生再闹下去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美好，还有那漫山野鸭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野狼。救一把，救一把，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家乡，好奇蒋总统、李副总统军舰。7月5日，北平市参议会善意驱逐东北15000学生于先，国军第4兵团枪杀请愿学生于后。今北平市政界此举，何以于国府恤民之策，相悖如此？7午以来，东北学生、北平各学府师生及举国各界声浪如潮，淹骂作揖。傅某为党国军人，有为国家疆场捐躯之意，无为各派官场受辱之责，军心民意皆现作义于不义，举国哗然，使政府之形象受损，更贻共党攻击之口实，
特命行营副官长李雨清代表本人亲临聚会现场安抚民众。民众所提一切合理之要求，均应尽力应承；对7·5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者，亦应挺身面对民众，各引其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副总统兼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民国37年8月3日。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云前来汇报工作。好，周副主席等你半天了，快跟我走吧。好，你们在这儿等着。是。这边请。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理解时局之艰难，政府之苦衷，遵守宪法，各回学校。东北的同学如何安置北平各校师生及北平民众之粮食、煤油，如何按时配给？民时配给早就被谈了，请问李副总统拿什么解决？就是。同学们，贪腐的罪犯什么时候惩治？被抓的学生什么时候释放？现在经济一片萧条，为什么还要内战？李副总统能够给明确答复吗？同学们。听见了？听得太多了。那就不听了。说吧。说什么？粮食啊，买粮食的钱，买粮食的账，包括被饿死的人。被杀死的人，这些咱们今天都不提好。不提这些，方队长未必让我说说喝酒和女人吧？哎，就说这些。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喜欢喝什么酒？喜欢什么样的古董字画？咱就说这些。咱们今天不提民调会的案子，咱打个赌吧，你和我谁先提民调会的案子，谁就输，怎么样？输什么呀？晚上请客吃饭，我输了，我请你们民调会的人吃饭；你输了，请我们大队的人吃饭，怎么样？就赌一顿饭呢，嫌少啊？那赌大点。请外面的学生吃饭，有1万人请1万人，有2万人请2万人，怎么样？哎呀，方大队长，整个北平也没那么大饭店呢。那就给每个学生发吃饭的钱，让他们自己吃去。这个赌我不打。是输不起啊，还是舍不得呀？方大队长。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一担米多少钱？1700万法币，1人1斤米，1万人就10亿法币，2万人就20亿法币，再加上下饭的菜，30亿法币以上。北平，你说谁？
哎呀，这就有一个人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哎，你应该去找他赌啊。好啊，你输了，还是我输了？咱俩就找这人要钱去。那你告诉我，这个人谁呀？方大队长，只有你输了，他能给你出钱；我输了，想都别想。直说吧，这个人是谁呀？还能有谁？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敢公然拿银行的钱让我请客？公然拿是肯定不行，不过找个名目转个账还是可以的。哎呀，哥，我胳膊也要磕吧！哎呀，方大队长，谢谢。不用谢，来，咱们坐下说。告诉我怎么找名目，怎么走账。我输了，我好找他要钱去。来，哎呀，不是，我告诉你，以前找崔中实，不过现在恐怕要找方行长本人了。行，不管找谁，你带我去。方大队长，崔中实不是我杀的。方大队长，我知道。你今天是给崔中实报仇来了。这么说吧，是民调会的账是在他那儿走，不过杀人灭口的事儿，我马汉山还没那么大的能耐，你知道吗？说好了不提民调会的事儿，你偏要提。这个赌你输了。走，到外面请学生吃饭去。不是，这个。队长，你把这只手放下，我受不了。马副主任和大家说两句话。就是请客的事儿呗。说这事儿，来。同学们，刚才我跟方大队长打了个赌，我输了。我现在是来认输的。行了吧？接着说。说吃饭的事吗？对。方大队长说输了，要请今天在场所有的同学吃饭。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但我问方大队长，全北平也找不到这么大的饭店呢啊！但是方大队长说，发给每一个同学一顿饭的钱，我算了一下啊，一个同学一顿饭呢要15万法币。今天这么多人呢，起码要30多亿法币。
全北平也没有一个人能拿得出这么多钱。但是我马汉山站这儿了，人我已经调过去了。愿赌服输吗？您放心吧，李副馆长。怎么办呢？同学们，你们干脆把我吃了吧！反对人！疯子给我抓起来！是。下面呢，同学们，方大队长有重要指示，现在请方大队长给大家讲话。刚才马副主任说了2句话，是说我们俩打了个赌，赌请同学们吃饭。第2句话的意思，他叫我方大队长，说我有重要的话要给同学们讲。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人怎么可能一边跟人打着赌玩，一边给这么多人做重要讲话？我猜就是2种可能，一种我是个疯子，一种他是个骗子。今天李副总统的代表李雨欣长官也在这里，我要问同学们一句话：如果我是个疯子，国防部调查组能派我来北平查案吗？如果他是个骗子，那北平上百万群众救命的口粮，为什么要交给他来管？同学们，其实我刚才说的话，我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特别是要对不起从东北来的学生，因为现在很多事情你们不懂，我也不懂，但我懂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家的感觉，没有被人当孩子关心的感觉。东北的同胞在9·18之后就没有家园了，我是在8·13之后没有的。可是抗战胜利已经3年了，中华民国也立了宪，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家？你见过共产党吗？请曾将军下车吧，我要回家了。小李，开车门，扶曾将军下车。不必了。我和大家一样，都没有家。同学们，请你们回去吧，这里不是你们的家。我和大家一样，都没有家。同学们，请你们回去吧，这里不是你们的家。请同学们离开这里吧，这里不是咱们的家。
谢谢同学们了。我给你熬了绿豆粥，给你盛去。姑父呢？他去找那几家公司了，说是趁这几天多弄些粮食。要找他回来吗？不用找了。眼下在这个家里啊，也只有他能帮我了。是，这个家里除了你，就只还有姑父，顶多还有你那2个儿子。我知道，我从来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听见了吗？听见什么？梦儿在讲话了。东北的学生又上街了。李副官长代表副总统讲话都不管用。梦儿讲话，竟全场鸦雀无声。其实他从小就是最不会讲话了。他说什么了？说什么已无关紧要了。小云，听我的，中华民国走到尽头了，我们的家也走到尽头了，我的路也走到尽头了。钟氏同志的事儿，您的处境和方毛同志的情况，老刘同志已经向我跟上级汇报过了，我们进去谈。好花吹，柔情蜜，满人间。
方梦敖同志的飞行大队和您领导的金融战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华北局直至党中央都对你们十分的关注。对钟石同志的牺牲，上级领导表示十分的惋惜。崔钟石同志的牺牲，我有责任。我们现在先不要谈论谁来负这个责任。钟石同志已经牺牲了，所以我不希望您和方梦敖同志再有任何闪失。我们今天主要谈论2个问题：一，如何面对国民党有可能即将推出的新货币问题；二，怎么样才能和方梦敖同志重新连上组织关系，在关键的时候率部起义的问题。关于同学们提出的第5个问题，我代表李副总统和副总司令答应大家。同学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不仅政府要彻查，民众也有监督的权利吗？因此，我代表李副总统，代表副总司令，同意从各大学出派人选来组成协查组，配合冯大队长的青年航空服务队协查。下面由冯大队长来宣布一下挑选协查组人选的方案。同学们当中有没有谁建议的？好，我们青年航空服务大队一共20个人，需要20名同学，请东北来的同学当中，北平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大学各处4位同学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您提供的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小王，到。首长好。全文电发华北局成工部。是。国库日益空虚，物价日益上涨，投机日益猖狂。张空权的这3个日益，充分地概括了蒋介石为什么要急于发行金圆券的原因，同时也明确地指出金圆券不能发行的事实。谢老，根据这份文件，你认为金圆券最快在什么时候发行？拖不过1个月，最快要半个月吧。张公权反对发行金圆券，那蒋介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征询他的意见，还将他这个央行前总裁的意见发文到各个分行？蒋介石呢，现在是向美国发出左右为难的信号，目的是争取美国的援助。没有美元作为储备金，他们发行金圆券就等于是饮鸩止渴。谢老，您认为他们在寻求美国的援助，那他们在北平会采取些什么举动？燕京大学斯图雷登大使有可靠消息说，美国政府和国会现在对是否援助蒋介石政权两派的意见分歧很大。在中国呢，斯图雷登大使的态度十分关键，他们正想方设法获得斯图雷登大使的支持。谁的意见能够影响斯图雷登？何其仓教授。那谁又能够影响何其仓呢？我大舅哥方不听算一个，还有一个更隐蔽的人。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人，梁经纶这个人。老刘当时是和你怎么谈的？老刘同志只是传达了上级指示，让我做何孝玉的工作，让他听梁经纶的安排，以学联那边的身份接触方梦敖。至于组织上为什么会这样安排，老刘同志没有跟我说明原因，我也不宜多问。不是组织不信任你，而是老刘同志没有这个权限。谢培东同志，我现在代表党组织向您交个底。梁经纶很有可能是国民党打入我党内部的特务，就目前而言，是对您和方梦敖同志威胁极大的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有些话本来不应该向您说，可这牵扯到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谢老，您是前辈，我相信您一定能够正确的对待处理。你是上级，我不好问你的党龄。我入党是1927年，正是我们党处于最艰难时期的那一年。请组织相信我。这件事儿就当我作为党内的晚辈来向您汇报吧。对梁经纶的发现，我们太晚了。那是曾可达和方梦敖同志的飞行大队到达北平以后才引起的警觉。对于这个错误，燕京大学学委支部负有主要责任。我们也是通过老刘同志在暗中展开了调查，最终确定他的身份是几天前的事，也就是崔仲实同志牺牲的那个晚上。仲实同志的牺牲和他有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天晚上，方孟伟从何孝玉家中赶去救崔仲实同志。您的女儿去了梁经纶那里，但是整整一个晚上，木兰始终和梁经纶待在一起。根据老刘同志派去的人这几天以来的观察，梁经纶和木兰已经是恋人关系了。我也十分糊涂。谢老，我还有更重要的指示，要向您做口头传达。谢老，您坐下吧。我们只有农村革命的经验，没有城市革命的经验，尤其缺乏的就是在占领城市以后，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经验。裴东同志，像你这样的同志，还有大量的进步学生，都是我们在占领城市以后，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宝贵人才。今后，您的任务主要有2个：一，利用北平分行密切地掌握国民党推行金圆券的情况；二，掩护何孝玉同志做好联系方孟敖同志的工作。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隐蔽你的身份，你要巩固、进一步取得方步庭的信任。以前崔仲实同志做的事情，方步庭很可能会要求您去做，这一点组织上完全理解。您千万不要因为女儿的事情而分心，在适当的时候，学委会用适当的方式将她转移到解放区。感谢组织。我还约了老刘同志，您也不方便在这儿久留。那几家公司运往北平的粮食，华野的首长已经下了命令，解放军
绝不阻拦。你回去以后可以婉转地跟防部厅说，粮食明天就可以运到。那是我的自由，你无权干涉。我可以不管你，但我们要等姑父回来吧。是小姐和二少爷在拌嘴。哦，乡里，老爷和夫人在竹林里等您。姑父，谢谢。听到了吧？知道木兰和孟伟为什么吵架吗？孟敖组织了几个大学的学生，成立了稽查组。现在当然是查明道会，最后都要查到我们这儿。木兰也要参加。我的儿子、你的女儿都要来查我们了。账挣得怎么样了？行长老了，不要说孟敖和木兰，就是北大、清华、燕大的经济学教授来查，北平分行的账什么也查不出来。不提查账了，行长。民调会从前欠的900吨粮食和下半个月的6000吨粮食都已经有着落了，明天就能运到。明天就靠一条平津铁路？那不可能。那你通过关系跟中共接触了？不用通过关系。北平有100多万民众，还有那么多名流和学生，只要是插上民实的旗子，共产党不会阻拦。没那么简单吧？也没那么复杂吧？你不懂政治。如果是6900吨粮食都能从中共占领的地面运进北平，那一定是有人跟中共暗中做了交易。中共这是在给李宗仁面子啊！总统、副总统，嫡系非嫡系，从李宗仁、傅作义到区区一个空军大队长，中共都在下功夫。蒋介石斗不过毛泽东，铁血救国会也斗不过中共地下党。我那个犟儿子已经陷得非常的深了，绝不能再把木兰扯进去。我把他给宠坏了，孟伟更管不了他。你去，叫他从今天起不能再出去。就等你这句话呢。我还真得上去看看他。今天晚上啊，咱们去看看崔中实的老婆和孩子，咱们就不回家了，就住在你原来那个小院。我的事儿你以后再也别管了。木兰，爸，你让表哥放开我。怎么回事？留不住了，姑父，让他去吧。去哪里？哪里也不能去。
这次来不是代表什么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只是木兰她爱上的那个人不是个好人。姑父，那个梁静文真的很阴险，您要相信我。你们才阴险！方副局长，你手下有警察，还能从警卫司令部调人，干脆给梁先生安上一个共产党的罪名，把他抓起来，这样我就见不到他了。你去抓呀！什么共产党？孟伟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情来呢？这个家里头，没有什么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国民党。不要把外边那些乱七八糟的扯进来。那表哥凭什么说人家是坏人？他干什么坏事了？像有些人一样，他是杀人了，还是贪污了？他没有杀人，也没有贪污。你这样为他争辩，为了什么？他是我老师。他还是何校长的学生，也是何校长一直看重的女婿。你从小就任性，我不管你。可是今天你这样做，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孝宇。爸爸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我做什么事儿了？木兰，谁呀？这是山本市。你怎么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严教授，老刘同志，比见国民党军统还紧张，在心里叫我五爷是吗？不是，我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这太危险了。请坐。国民党的特务要来，要不是这个时候，能不能允许我代表组织，当然也代表我个人，先向你提个建议，不要再在背后叫我什么五爷。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什么青帮，我不是什么红旗老五。我向组织保证，以后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那就接着开今天白天那样的玩笑，拿党的革命事业开玩笑，拿几万学生的生命开玩笑。不要认为革命形势在一天天向着胜利发展。那是我们无数前方的同志用鲜血换来的，是我们在敌占区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是无数的工农群众，包括今天那些进步学生的支持换来的。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头脑发热。如果是想着打下江山好做官，那就不要当共产党人。我绝对没有这种思想。你没有，我有。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是今天上级领导批评我时说的。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我想，你也绝不会有那种思想。我刚才都说了我有，你凭什么说我没有？打下江山好做官是难听了一些，可是想有更高的职位，做更重要的工作，当官也是干革命，也是正常的嘛。坐。我没有你思想觉悟高，我就承认我有，而且还借用了一句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说的话。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还是领导水平高啊。他没有说我引用这句话不对，只是告诉我这是拿破仑说的。而且还告诉我，想着打下江山好做官，那就不要当共产党人。我就立刻做了检讨，不是假的。是发自内心的做了检讨，而且还表了态。直到那一天，全国解放了，我要是还活着，我就请求组织让我回家种地。你呢？你怎么想？我不会种地，我还继续教书吧。你忘记了我刚才说这句话的前提，那就是还要活着。你和梁金伦同志今天差一点就走上了国民党队的沙包上去，你们以为那是英勇献身吗？那不是。共产党是个整体。一个人做不了英雄，差一点学位组织就暴露了，那么多党的外围进步青年都暴露了。今天人群里就有许多的国民党军统，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同志，有多少学联的青年暴露了。你们担心过吗？现在告诉我吧，今天的行动是学生自发的，还是党内同志组织的？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今天的事情是因为方茂飞行大队突然决定要占领民调会，要彻查民调会。消息传到了东北的学生那里，他们都很激动，各个学校的学生也都自发的去声援了。你和梁经纶同志还有燕大学委支部当时是怎么想？当时事情突然那个变化，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同学，控制局面。梁经纶同志，他因为有何启昌教授这层关系，在很多地方做工作要为我们方便一些，就先去了河静公主府。以后的事情你也都知道，我们都去了民调会。你向我传达的要控制局面，查出内奸，要隐蔽骨干，要保护学生。除了第二条，我们事先也是那么想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可是今天的事情，我用党性向你保证，今天确实是一个突发事件，确实没有发现组织里有内奸进行煽动。梁经纶同志现在怎么样了？
疑梁经纶同志。我问你，梁经纶同志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危险？没有，梁经纶同志现在很安全，组织上可以放心。你怎么这么有把握让组织放心？到目前为止，梁经纶同志还没有暴露过身份。国民党当局也仍然估计着他是何其仓教授的得意门生和助手，他们也不愿意得罪司徒雷登。党的76指示精神下达快1个月了，核心任务就是要引备精干，保护学生。今天华北区的领导又有了新的指示，停止一切可能造成牺牲的行动。从发展学运到突然减少学运，甚至停止学运，困难很大。今天白天的情况你我都看到了，就算学委停止一切组织学生的活动，学生们的自发斗争热情，加上国民党贪腐势力与反贪腐一派的斗争利用，仍然很难阻止学潮的升级。方某敖及其飞行大队反贪腐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广大的学生，相当程度模糊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本质认识，因而偏离了斗争的方向。梁经纶同志在半个月前就发现了这一点，说明这个同志还是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和革命的警觉性。现在组织决定采纳他的建议，至少让方某敖明白人民欢迎他们反贪腐，但不能以牺牲学生的生命作为代价。明白了，我这就去找梁经纶，向他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陈明同志，任何个时候，尤其是现在，不要只顾工作，还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今晚见了经纶同志，不要再回到这里，找个安全的地方避几天。把这句话也转告给经纶同志。知道了，知道了。今天李玉清代表李副总统宣布政府的5条承诺，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总统。今天的亚报已经把安抚民众的功劳记到了副总统的头上，明天还会有更多的报纸把功劳记到李宗仁的头上。我却不能不指责，在北平要争取李宗仁的支持，但绝对不能被李宗仁利用，这是原则，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能够犯错误的。可他辜负了建峰同志的教导，因小失大。总统是党国唯一的领袖，不会因为某人的机遇改变这个事实。现在戡乱救国最大。是。我刚才从总统官邸回来，司徒雷登大使代表美国政府已经答应立刻援助国民政府1亿7000万美元的物资。总统因此下了最后的决心，很快就会推行新币制。只有推行新币制，稳住我们整治的经济，才是争取盟国的支持，扭转前方军事战局的终点。还有，下午郑基正也把电话打到了总统官邸，告岳庄，告李宗仁，告了傅作义，捎带也告了你们，其实是在告我。梁经纶同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报告建峰同志，刚接到的报告。梁经纶同志被中共北平地下党找去了，我正在等进一步的报告。今天晚上准备约见他，了解中共对我们白天行动的反应，以保证新币制的即将推行。了解是建立在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
中共对方梦敖及其大队今天的行动一定会做出强烈反应，对梁金伦同志今天的行为一定也会有种种猜测甚至怀疑。不要企图能从共产党组织的谈话内容中获悉他们的真实想法。我记住了，建峰同志。小玉同志，除了是你的上级，你也可以把我当成叔叔。今后，你就是方梦敖同志的单线接头人。真正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指向我和谢培东同志负责，其他任何人，尤其是梁金伦同志，都不能透露有关方梦敖同志的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保证方梦敖同志的安全。斗争的残酷性、局势的复杂性，迫使组织做出这样的考虑。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突然交给你这么艰难的任务，愿不愿意接受？能不能完成？组织上还想听听你自己的意见。我理解，我接受。谁呀？这么晚？小玉，是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好像在哭。梁先生回家了吗？这么晚了，你是想见梁先生？小玉，你别误会，我就是想参加学生协查组。这事应该找你大哥呀。就是我大哥，就是我大哥不许让我参加的，太气人了。我爸现在声言我不许出门，我小哥居然把我锁在家里。我想请你帮忙，我想到你那儿去。那怎么办呢？这么晚了，你是想见梁先生？小玉，你别误会，我就是想参加学生协查组。这事应该找你大哥呀。
就是我大哥不许让我参加的，太气人了。我爸现在声言我不许出门，我小哥居然把我锁在家里。我想请你帮忙，我想到你那儿去。那怎么办呢？我也不能这个时候把你接出来啊。那，你让梁先生跟我大哥说一下，他应该会让我参加的。梁先生已经很久没有住我们这儿了，今天他应该也不会到这里来。那你就去书店找一下他们。梁先生很忙，这么晚了我也不好去找他。他那儿有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吧。刚说了，太晚了，我也不好给他打电话。那小玉，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大哥打个电话，让他来接我，他应该会听你的。好，我给他打电话。小玉，你真好。你应该相信我的话，柯达同志。从严春明谈话的内容，到他的态度、情绪，都看不出共产党对我有任何怀疑的迹象。那是不是说，我可以向剑锋同志汇报，你现在是安全，我们的行动计划可以正常进行？即使你不相信我，也是对的。什么叫不相信你也是对的？柯达同志，我知道你，也知道剑锋同志对我的关心。因为新的币制改革马上就要推行了，我身负着艰巨的任务。面对组织十分严密、斗争手段又十分丰富的中共地下党，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今天白天我就感觉到严春明的背后有人在控制着局面。可惜那么多中统、军统，还有我们中正学社的人，都没能够发现这个人。刚才严春明来找我，不管是关心还是批评，他的态度都非常真实。我竟然从他那儿察觉不到共产党对我有丝毫的怀疑，而他向我传达的指示，又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太正常了。太正常就是不正常。担心严春明背后那个中共地下党的高人。谁？我要是知道他是谁，他就不是高人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希望能够引起组织的重视。详细说出来。不可能详细，也只是偶尔从北平地下党的人那里听说过。他的外号叫五爷，是北平地下组织各条战线的总联络人，也是秘密监督各条战线的总负责人。我推测严春明今天来见我之前接触过他。那就秘密逮捕严春明，通过严春明抓住这个人。柯达同志，共产党内部有规定，那个五爷随时可以见到严春明，严春明却不能够见到他。要是现在逮捕严春明，最后暴露的只会是我。我知道了，我会通过国防部给军统交任务，重点监视严春明及其相关线索，一定要抓住这个人来。今天陈继承还在总统那边告我们的御状，说我们只跟党国的人过不去，却没有破获一个北平地下党的组织。
那我们就抓住这个人，让他们配合我们抓，以确保你的安全，确保方梦敖不再被共党利用，确保新币制在北平顺利推行。感谢柯大同志的关心。现在快12点了，谢谢。我现在就去见何小雨，向他交代进一步接触方梦敖的任务。我有一种预感，北平地下党会不会表面上利用我，安排何小雨接触方梦敖，另外安排别人跟方梦敖接头呢？这一点也请你考虑。是木兰求我给你打的电话，叫你回去把他接出来。这么晚了，他在自己家里，在自己房间里不好好睡觉，倒叫我把他接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理由吗？你知道，他想参加协查组，帮你们查账。你认为他应该参加协查组吗？他不能参加。我们家里只能有一个人跟自己的父亲作对，跟自己的家庭作对，不能再有第二个。何小雨必须先见了梁经纶，以学联的名义接触方梦敖，然后代表党组织和他秘密接上关系。现在方梦敖突然先于梁经纶来了，打乱了组织的安排。何小雨这才感觉到，那就是我的电话不是谢木不应该打。兰的电话出了问题，而是自己打的电话出了问题。你们大队和20个同学都要连夜查账，你又是队长，赶紧回去吧。那是你送来的面粉，谢谢。你就不问我为什么要来吗？我为什么要来，你应该清楚。你又没说，我怎么会知道？咱们能不能先聊点别的事儿？已经很晚了，我爸晚上睡觉很容易被吵醒，早餐也得按时吃，我还要醒面，再耽误，馒头就蒸不出来了。你要干什么呀？不影响你爸睡觉，也不耽误他早餐。给我1小时，再加碗面。我爸吃不了那么多。还有你呢，还有木兰呢。倒进去吗？倒进去。找个大盆子，拿1碗开水，加1/3的热水，加2/3的凉水。醋。
倒50毫升。哎，多了。有小苏打吗？去哪？按照500克面粉、50毫升醋、350毫升温水的比例，把面揉开，然后醒10分钟。之后再加5克小苏打，再把面揉一次，就不需要发酵，蒸出来的馒头照样松软。以后要是没时间醒面的话，就用这办法。在哪儿学的？空军，飞虎队。在空军还要自己做馒头？刚去第1年，美国佬连飞机都不让我们碰，也好，我就帮他们洗衣服、做饭，包括帮他们擦皮鞋。陈大德的老头啊，倒喜欢上我了，第2年便手把手的教我。多少个夜晚，梁经纶在门外这个地方待过，没有任何原因，只为感受这座小楼里和他关系极亲近的2个人。今晚还是这个地方，梁经纶却不知道置身何处。他在竭力把握好回避的时间，把握不好的是自己此刻的心情。何其仓年过60，其实依然耳聪目明。国外留学多年，接受了不干预别人隐私的观念，家学渊源，又深知不吃不聋不做当家翁的为老之道，守着一个从小就懂事听话的女儿，便在她还上中学时就装作听力不好，给女儿留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好与同学往来，更为了减少女儿对自己的过于关心。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来的吧？我告诉了你，不许失望，也不要生气。我就是想问问你，今天白天在民调会的大门口，马汉山说我跟他打了个赌，我说我没跟他打赌。你觉得是他在撒谎，还是我在撒谎？你今天来，就为了问这件事？还有很多事情要问你，但今天主要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我只能说，当然是他在撒谎。答对了一半，他是在撒谎，我也在撒谎。怎么可能2个人都在撒谎？因为他坏，我也坏。我现在知道了，你可以走了。刚才在开玩笑。你想不想知道我今天晚上来的真正目的？来看你。也想看看梁经纶在不在。都说完了，谢谢你。馒头我会做了。梁教授今天晚上不在，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梁教授如果不在的话，请你将我的话转告给他。梁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人，我的大队也非常需要得到他的帮助。
我一定转告。还有一句要紧的话，木兰爱上他了，但他不能爱上他。我只有一个亲人了，是我弟弟。他那个警察局副局长的职位只是个摆设，其实他很可怜，他很爱木兰。你们啊！你们什么人？干什么？何伯伯，爸，爸，您这怎么了？爸，您这是要给谁打电话？北平行员，你是哪里？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打电话？我找李宗仁，叫他起床接我的电话。请问您是哪位？国府的经济顾问，我叫何其仓。啊，原来是何校长。事情，请问如果不是十分紧要的事，能不能明早6点打电话来？不紧要，我怎么会现在打电话过来？那能不能请何校长告诉我是什么事情，我好请示？刚才就在我的家门口，我的助手被你们的警车给抓走了。何校长，请告诉我您助手的姓名，有没有职位？梁经纶，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啊，明白了。何校长，可不可以这样？我先向李玉清副馆长报告，请他来接你的电话。可以。那好，请您稍等一下。何伯伯，10年没见了。何伯伯，刚才您确定看到警车了吗？木兰是被孟伟关到房间里的。陈总司令，可能是李副总统打来的。李宗仁才不会现在给我打电话，大不了是李雨清。李副馆长吗？白天那么辛苦，晚上还不休息啊？助手？什么经济顾问助手？今天晚上谁有行动啊？抓共产党，也要一一跟邢营那边通气吗？在呀。北平警察局长、中统、军统的同志都在。谁抓的？你可以自己过来问吗？那个燕京大学的梁金纶，是什么国府经济顾问的助手？
应该是吧。行动的时候我就说过了，他是燕大副校长何其仓的助手，何其仓是国民政府的经济顾问。什么狗屁经济顾问呢？国防部调查组可以做挡箭牌，现在又抬出个什么经济顾问来做挡箭牌，那干脆一个共产党都不抓了，娘西屁的！那个什么梁经纶，白天是谁在监视的？你们跟陈总司令汇报吧。我在问你，你跟北平站长不汇报，现在叫你的手下向我汇报。不是我不愿意向长官汇报，是这些情况他们清楚，我不太清楚。把你刚才说的话说清楚。说不清楚。马汉山局长是我的前任，他很负责。我接任北平站站长之后，他仍然管着军统的事。北平的弟兄都是他的老班底了，我毕竟是晚辈，不好跟他争的。那个梁经纶就交给你们军统了，由你亲自审。季局长，见了马汉山之后，跟他打个招呼。党国不是什么青帮，既然调离了，就不要再插手军统的事。是。马局长被国防部稽查大队扣着，只要他出来，我向他传达陈总司令的指示。连夜突审那个梁经纶，还有燕大图书馆那个严春明和其他几所大学有共党嫌疑的人都抓了没有？11点我们的人到的时候，那个严春明还没有回图书馆，已经蹲守了。其他的大学也抓了几个，但不一定是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要靠审？立刻去审那个梁经纶，重点是要审出配合方梦敖查账的20个学生里头有没有共产党。只要有一个是共产党，你们就可以去抓方梦敖。娘西屁的！爸爸，他们让你受气了。不是让我受气，是让中国受气，让中国人受苦，还要丢中国的脸，一群祸国的败类。梁先生，到底被谁抓了？李副馆长到底说了什么？堂堂一个中华民国的副总统，保不了一个大学教授，还要叫我给司徒雷登打电话，哼，丢人呐！爸爸不愿意给司徒雷登叔叔打电话。小雨啊，以后不要再称司徒雷登叔叔了。过去在燕大的时候，你可以叫他叔叔。现在他是美国驻华大使，他代表美国，而爸爸是中国的一个教书匠。什么国民政府的经济顾问，狗屁经济顾问！啊！那个李玉清在电话里说这个话是陈继承说的。他说民国政府要什么经济顾问呢？不就是指望他
跟美国人要钱要东西吗？他真继承什么东西？他为什么敢这样骂我？那李雨清为什么非把他的话转给我？丢中国人的脸，这就是民国政府。一派人抓我的助手，另一派人让我去告状。这电话能打吗？那就别打，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救梁先生。这袋面粉为什么没有退回去，还开了呢？家里可是一点吃的都没了。那也不能开。您不喜欢军方的人，可方梦敖是您看着长大的，抗战他也还是个英雄。抗战已经胜利3年了，你看他那身做派，就跟那个这袋面粉上的字一样 ，Made in USA， 装什么美国人？爸，您不也是留美的博士？梁教授也是留美的。这些美国援助的面粉，不大多数都是您要来的吗？您为什么那么厌恶方梦敖？爸爸是留美的，金伦也是留美的。我们身上有美国人的做派吗？爸爸之所以认司徒雷登这个朋友，是因为司徒雷登更像中国人。爸爸最厌恶那些战争狂人。现在坐在日本不可一世的那个麦克阿瑟，当年败给日本人，后来充当征服者，现在又拼命地扶持日本，拿着枪装救世主。你不觉得方梦敖在学他们吗？方梦敖可是刚从军事法庭放出来，是因为他不愿意轰炸开封，差点被判了死刑。他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装救世主？他连自己都救不了，现在去救梁经纶？脱衣服下水。方大队长，我不会游水啊，我下去就上不来了。我该交代的民道会上白天都说完了，有半句隐瞒，您查出来再把我扔水里好不好？不是让你们俩下水，我只让你们马局长下水。你们都说了实话，也写了材料，可是你们马局长不承认啊。我今天也不指望他承认了，我要跟他做个决斗。你们不要站在我这边，也不要站在他这边。如果他输了，今晚跟我走一趟；如果我输了，就再也不过问你们民道会的事儿。贪污、杀人，我都不追究。找几个水性好的，换好衣服，随时等我命令。是。方大队长，您是咱们空军的王牌，我们局长都50出头的人了，您就不用决斗，您就赢了。您觉得这公平吗？我没说跟他动手，真打的话，你们10个马局长也不是对手。我跟他比水性，听说你们马局长不是水性特别好吗？你们军统的人，没人能比得过他。这公平吗？方大队长，咱且不说年龄啊，我这只胳膊刚刚接上，你知道，水性再好我也游不过你。你说贪污杀人，是你代表国防部，要公了呢，你有本事把我送到特种刑事法庭去；要私了呢，枪在你手里，你把我崩了，你到特种刑事法庭去。
什么决斗啊？你就是变着法想淹死我，不是吗？你们俩听见了啊？你们马局长说我想变着法淹死他，你们俩在这看着，我就跟他比到水里憋气，谁憋的时间长谁赢，谁先浮上来，谁就输。我让你一口气，你可以呼2口气。如果2口气之后你还是先浮上来，那咱俩到一边说话去。这公不公平？我这只胳膊不好使，来，你们俩帮老脱衣服。来，马局长的话没听见吗？哎，别碰我这只胳膊！哎！报告长官，准备好了。啊，知道了。要是梁经纶和方茂王2个人都被抓了，让爸爸去救，只能救一个。你希望爸爸救哪一个？嗯？来，坐这儿。还是给斯图雷登打这个电话吧。爸，不要委屈自己，不要做让人瞧不起的事。爸早就被别人瞧不起了，不都是陈继承那些人，各大学府的教授，早就瞧不起你爸爸了。6月17日，百十师长严正声明，你们学生是都能背的，爸爸也能背。爸，您身体不好，我扶您回去躺会儿。你听爸爸最后一段背给你听。爸，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是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元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爸爸，没背错。爸，我错了，我不该打开那袋面粉。我们不吃，缝好了明天退回去，好吗？算了，打开了，揉了面，就不要退了。做不到清高，也不能虚伪。不搞建设，打仗没有钱就跟美国人要来了援助就拼命的贪，而爸爸又不能不去讨这些施舍。爸爸不是为了自己，今天美国人又答应给了1亿7千万的援助物资，一大半都是2战的剩余武器和装备，有一小部分是救命物资。让人瞧不起啊，是让人瞧不起。这个电话打过去，好，斯图雷登一生气，没有了，1亿7千万的援助也没有了，也搁浅了。
搁浅就搁浅吧。爸爸听你的，不打这个电话。除非方梦敖救不出梁经纶，他们2个人都被抓了，爸爸也会在那篇声明上签字的，会签的。好了，邱中石在下面等着咱们呢。1、2，下水。王秘书，建峰同志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那能不能把电话帮我直接转到1号专线去？北平这边发生了紧急情况，我要立即向建峰同志报告。再紧急的情况也没有办法报告。1号专线今晚除了各大战区的电话，一律打不进去。那好，那建峰同志一回来，请你立刻报告。好的。王秘书吗？喂。对不起，曾督察，我是北平警察局孙秘书，我们徐局长回来了，请您接电话。好。徐局长吗？何其仓的助手被抓到哪里去了？你说的是哪个何其仓啊？燕京大学副校长，国府的经济顾问，司徒雷登大使的好朋友。现在你听清楚，我说的是哪个何其仓了吧？你问的是今天煽动学生闹事的那个燕大教授梁经纶。徐局长，你有责任配合我们国防部调查组查案。我们查案的目的是什么？前方打仗没有钱，各大城市闹饥荒，现在就等美元了。抓何其仓的助手，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我们通个气。我也是到了警备司令部以后才知道的。我只能告诉你，今晚是陈总司令突然安排的行动，抓人是军统那边在执行，我们警察局没有抓1个人。那人呢？人现在押在哪里？那这就要去问军统了。你可以去问，我也可以帮你问。你们俩在车上等着吧，一会儿我帮马局长穿衣服。哎，不用，要杀要剐，你就说吧。在水里看见崔中石了吗？我跟你说不清楚，我也不想说，干脆点吧。你想怎么办吧？行，那就干脆点。咱们刚才说好了，你要是输了，就帮我做件事情。这件事情你要是办成了的话，或许还能够将功赎罪。什么事儿？你们军统抓了一个不该抓的人，我要他们放人。你带我去。他们把谁抓了？国府经济顾问的助手梁金伦教授。梁经纶不用装作镇定，因为他知道，抓自己的
确实是军警宪特的人，可望着坐在对面这个白净斯文，而且显得身体不是太好的人，他心里突然涌出了难言的感觉。这个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而且职位不低，自己是被当作真正的共产党而被捕的。